对吧？好嘞。沈琦，你这是去哪儿？哦，我找了个清静点的地方读书备考。你要搬家啊？我帮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花钱。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？没事的，走。我来吧。你是那个哦，这是燕西。自从在同江铺遇见后，我们碰巧又遇到了。哦，对，哎，燕叔好。走不走啊？走。挂下，看好铺子。哦。来，快进来。嗨，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去打水。哎，沈琦，你怎么租在这儿呀？是不是被蒙骗了？我认识不少租赁院子的，要不再找找？不必了，这里够住了。我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。那你要是少什么或者需要帮忙的，一定同我说。燕兄，这次劳烦你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谢他吧，毕竟你们是朋友。走吧。走啊。我送你们。沈兄，不用送了。二位要挑选什么料子吗？我这店里什么都有，快进来看看。二位，你们看，这些可都是临安新进的料子。还有这儿，有一件刚做成的样衣，特别适合你，你快试试。不必麻烦了，不是我穿。你跟芍药身材相仿，帮我试试。很合身。那可不，我这眼睛啊，可是油锅里练过的，分毫不差。不但合身，还与娘子相称的很呢。娘子，你再看看这颜色，你摸摸这料子，芍药比我矮一些。老板，还有没有比这衫子短几分的？就要这件。好，再挑点相同布料做件短。行嘞。这衣服很适合你。哥说的是啊，我看娘子这容貌，还有这身段，我真恨不得给您裁上个360套，叫你天天穿着我家衣裳才好呢。二位再看看，我去给你们挑料子去。芍药的衣裳你来付，但我这件我得自己付。你替我照顾了芍药这么久，总得给我个机会谢谢你。这是两码事。若分得这么明白，我岂不是得给你买上10件8件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10件8件倒是没有，1件倒是可以，试试。要不说这一双两好，这2件衫子其实就是一块料子做出来的。你们看，这花色还对得上呢。哎，我来。这是……哦，这皇都附近有学问的先生名字都在上面了，我想请他们来家中开塾授课。这是已经被你除掉一大半了吗？这帮老头怎么得罪你了？是暂时就没有先生愿意来。这严师的告示呀，城里城外倒是贴了不少，但只见进去，不见回来。别急，会有办法的。听你这口气，以为你要上门保票。你可别乱讲，我可是守法良民。各位兄台，哎，沈兄，刚才在街来这里上讲的份告示，念给诸位听一下。来坐。因发愿重建族学，承聘高才贤士，为族中子弟开蒙授课，使其知学识明事理。这是我最近写词，你给鉴赏一下。
花家扫心以待，敬拜相迎。大家听听啊！一门妇孺，一朝口舌，虽然束袖颇丰，到底不是什么上等去处。就是啊，即便是孔夫子在世，到了他家，照样半个秀才也叫不出来。花家不过是没有男子，你们何必如此奚落嘲笑？没有男子可不是什么小事，比如像兄台您这般品貌，若是去他家教书，那满门都是妙龄千金、封韵妇人，指不定传出什么流言蜚语来呢。那这样说，您这般品貌要去花家就职，岂不是流言蜚语喽？哎，君子之修身，内正其心，外正其容。若当真招惹了口舌，也当自省是否言行失范。都是读书人，怎能无端猜测，说出这等无耻之话？哎呀，你气什么？抢辩无用，有头有脸的饱学之士是不可能去他家的。这个中道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明白吗？什么道理？诸位想啊，我们功名在身，未必没有入仕为官的一日，怎能忤逆圣心，与这群罪人混迹一处呢？是啊，口说无凭，你看他家四处发帖子找先生，至今连一个上门的都没有呢。以各位的品行，恐怕就算想去，也够不上花府聘师的门槛。哎，师兄，哟，真是酸啊！哥哥，这几天玩得开心吗？花姐姐太忙了，都不陪芍药玩。她都忙什么呢？啊，她在找5个先生。什么是5个先生？赌儿跟我说，5个先生就是会打架的先生。我问他6个先生是什么，他就答不上来了。那她找到没有？啊，哥哥，你身手好，你来当5个先生，我不就天天能看到你了吗？童言无忌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穆先生不是在讲课吗？我。为天监下民，点决议，将廉有勇有不勇。进去吧。点决议，将廉有勇有不勇。你看，给你。民中绝命。看我。啊，你看我这个，厉害吧？呜呼！啊，看我这个。我来。嗯？谁在说话呀？先生，是外头的鸟儿在叫。你大点声！先生，外头的鸟儿在叫。鸟叫啊！看来得找一位年轻点的先生。读书本就是枯燥的事情，谁不是这么过来的？那可没有啊！我小时候都是祖父教我念书，我才不觉得枯燥。好了，但这以后麻烦事还多了去了。明天就是端午了，你要不要一起来过节陪芍药啊？我没空也没关系，我们陪他也是一样。多谢。你儿子？是啊，我家那小子打小就习得好拳脚功夫，更何况这知根知底啊！依我看，芷姑娘，您就不要另寻他人了，
就让季宗当这个武先生再合适不过了。他既是护院，监制恐怕不得空闲，你容我再想想。还有一件事儿想报知姑娘。你说。如今呢，您在各大酒楼寄卖，日进斗金。这快过节了，又这家里上下揭不开锅了，那兄弟几个日夜寻货，多有怨言。这月钱稍微少了点儿，他们啊都是卖体力的粗汉，这万一要撂挑子，干脆不干了。会怎样？会怎样？这府里可都是女人和孩子，要是伤了谁，那都不好啊。你要涨多少？这回先涨一分。这回天气凉了，自然辛苦些。这夜里还要守着门户，万一进了贼，小心这火烛，万一走了水，也不好了。李护院真是未雨绸缪啊！这都是咱们当差应该做的。哎，到时候啊，这棉衣钱、炭火钱，少不了要向芷姑娘伸手了。行吧，我答应你，你先出去。多谢芷姑娘。哎呦，千万小心啊，姐姐！哎，妥了吗？成了吗？哎，这个死丫头，恐怕要另寻别人了，一点情面也不给，难怪他爹不喜欢他。给，除了咱们，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？姑娘，那李贵来做什么？他想给他家儿子谋武先生的位置。姑娘应允了吗？哦，我上次让你去打听的事情有眉目了吗？我私下问过了，咱们每个月发下去的月钱，李贵手下护院只能拿到30%，被那李家父子剥了好几层皮去，他们都颇有怨言。不过这行有行规，他们也不好破坏规矩。我还听说李贵最近越来越放肆了，专欺负好心儿的，四夫人、福东他们都吃过他好几个暗亏。这人之前虽说做事有了些，可人还算老实，没想到这短短10日，便如此无赖形状。可是从前府里也不像如今这样尽是女眷啊。姑娘，我有句话不知当不当问。既然护院们受李贵辖制，那姑娘为何不把他们父子俩撵出去啊？你也说了行有行规，那10几条汉子跟着李贵混口饭吃，若是把李贵赶走了，那他们留不留？他们若是留下了，咱们这满屋子女眷，谁能抵得住他们？那他们要是被赶走，断了生计，只怕他们会反抗，那更加抵挡不住。当初他们带着人、带着家伙上门来，就是打的这个主意。我当日若是不答应，怕是当场就要吃亏。那怎么办啊，姑娘？这武先生得赶紧定了，要人品好、身手佳，镇得住这些汉子。先以武先生的名义聘进来，再趁一个好时机，把李家父子抽粮还珠。对对对，我去看老夫人。姑娘，这饭。祖母，这丫头来的正好。我呀，目力不济，近日看信越发吃力，帮祖母念念。好。书起，烧情起居何如？睽违良久，全念因书。日苦所恶之扰，常忆幽篁田舍。竹榻闲眠，漫抛书卷。情伤自对，焚香烛明。胸中无声冰炭，眼底肯逐风尘。旧约历历，依稀如昨。岁月不居，空阶两地。言不尽思，再起珍重。祖母，这信是你的故友写给你的吗？这么多信，
都是一个人写的。我们通信40年了，这是一小部分，要都拿来了，这一柜子都装不下。那如今家里安定下来了，何不请这位太母来家里坐坐？他家住得很远吗？再读2封，听着呀，心里敞亮，头也就没那么疼了。昨得亲书，深以为慰。小隐数尊，不胜以罪。凡罪各有所宜，轻罗小善，并作水窗。仰见飞云过天，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最后呼忆今常咏阳城斋时云：瓮城雪水酿春寒，蜜点梅花带露餐。是时正逢暑月，无雪无梅。则夕言定约，至冬至日，同集雪水，以梅花温酿之。轻言较之敲雪煎茶。哎，头儿，你看那不是芷姑娘吗？车上可备有便服。备了，备了。这么晚了，终于得空了。少要等了你1日，实在是困了，我就先让他回去了。怪我，不能带着他。像少瑶这样无忧无虑、不必奔忙的人，又有几个呢？你吃东西了没有？放心，同家里做的一样，很干净的。谢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哦，不用，再过半个时辰，这些粥也就吃完了。钟叔会来接我的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那个，等一下，过节应个景，辟邪保平安。我帮你带。快回去吧。哥哥，你身手好，你来当5个先生，我不就天天能看到你了吗？年远事繁，这些年来，我东奔西走，换过不少书童，散落四海，真不知道司使说的是哪一个。你要找武先生的事情，有眉目了吗？这2条腿的武先生比文先生还难找。上次你给我的袖剑，我试了几次，总是瞄不准。等到时候找到了武先生，还要和他好好学学。你看我如何？哪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，非要听人家夸你？之前还说，若有什么帮得上忙的，你尽管开口。看来花大家主压根就没当真了。那若是你有认识的武先生，能否替我推荐一二？我想应聘你家武先生。你别同我说笑，你要是手头紧，石澳的食宿费可以先免掉。你为了不聘我，连300食宿钱都要折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若是愿意来，你若是能来，怎样？那自然是很好的。我又不是什么金尊玉贵的人，来当你家武先生还能委屈了我？我总是觉得，你生来就不是忙于奔劳的人，感觉你心中所想之事，也并非保暖之事。那去你家应聘武先生还有什么条件？你索性一块说了吧。不必，你明日便能来。好。那从今日起，全听东家差遣。怎么，要变卦？我是不是太黑心了？哪有一天都不让人休息的？你还知道啊？从府上出事到现在，你又可曾休息过1日？那恐怕我们都是一马心如命了。
注定一身劳碌。这户人家原来是个小作坊，这个地方是囤货用的。眼下虽然简陋了一些，不过以后会慢慢添置的。不耽误，我在军中那会儿，教场就是片荒地，草比人还高。这边是学堂，那里是内院。这儿虽然不大，也算是五脏俱全了，说不定住起来比城外还方便。是啊。我听说，你们家在城外的庄子是御赐的。是太后御赐的。太后？太后与你们家还有关系？应该只是早年相识吧。自我记事以来，没有听说过太后与我家有什么关系，更别说什么庇护了。哦。这家里不大，你随便看看。我去给你收拾间屋子出来，夜里你就凑合住下。不麻烦，白日里我来教孩子，晚上回去住也一样。总要有个休息的地方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家里也不大，你可以随意走走，认一认地方。我也同他们说过了，你本就要教他们武艺，你不必觉得不便。好。这是谁呀？姑娘说进来人手不够，这是我从外头调来的雇工，他先前是抬果子的，可那活实在不适合女孩做，我就让他来府里帮忙了。哦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张。我问你叫什么，又没问你姓什么。你是不是傻了？这乡下的女孩哪有名字？对哈，我遇到姑娘之前也没名字，我叫鲍夏。见过姑娘，这哪来的小母鸡啊，还咕咕咕的？人家新来的，你可别欺负人家。哪有？走嘛，我带你去我们房间。闲的，闲人，别理他，快走。迎春，我把学堂旁边又收拾了间屋子出来，但是这件事情我实在是不在行，你帮我去看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。好，咱们又有信先生了。是，近日厨房忙不过来，我从外头调了几个丫头来府里搭把手，不安排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负责浆洗缝补，都是些老实本分的姑娘，虽然手笨了些，但我回头教一教就好。姑娘你放心。姑娘，你这样看我做什么？咱们迎春管事啊，做起事来是越来越有模有样。那总归大半年了，我要再不着调，姑娘你该撵我走了。那话也不是这么讲，要是鲍夏、福东来做这份差，光说性子就不合适。这以后啊，你手下的人会越来越多，你也会越来越忙。我不怕你忙，姑娘，你只管运筹帷幄，我呢就做好你的女萧何，调兵遣将。哎呀，险些忘了，你快去准备些吃的，咱们给燕先生送过去。燕先生，哇，这个公子好生精巧，英俊啊，真进来。此处应当就是花老夫人的住处了。开个玩笑，别介意嘛，兄弟。这位兄弟继任了武先生，想必身手不错，敢不敢比试比试？喂，刚来就跟我小爷摆谱，你想不想在花家待了？我在花家待得待不得，是你说了算的。我爹是护院总管，这一大家子从上到下都得仰仗我们爷俩。是吗？那真是失敬了。少啰嗦，敢不敢比试？李继宗，你做什么？放开他！大姑娘，
我听说你新聘了个武先生，我就来跟兄弟切磋切磋呀。燕先生刚来任教，我找他还有事情，没有空跟你切磋。好吧，那就等下次机会吧。你没事吧？他伤着你没有？你放心，他在这个家待不久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头一回有人这么跟我说话。他就是个无赖，他不管说什么都别放在心上。我说你，从小到大，他们总是催着我，让我去做些难事、险事，还是头一回有人挡在我前面，问我受委屈了没。走吧，我带了点点心和姜水。嗯。我比你还是要好一些，至少祖父是疼爱我的。如今虽然花家败落了，但你和芍药只管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家。以后再是要有人欺负你们，不要不敢说，只管同我说，我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的。告诉你干嘛？让你去打他一顿，替我出气。这办法总会有的嘛，不能一来也能智取啊。若花家当真与太后有私，恐怕陛下不会再放过他们。哎，头儿怎么跟你说的？这事查出眉目来了，香油钱和信都是送到善化寺的。这个苏嬷嬷每半个月去上一次香，她就把信给取了。花家这次跟这事脱不了干系。头儿说了，想要查清楚这件事，他得离开一段时间，亲自潜入花家。我跟你说，头这一潜就不知道潜的什么时候了。以他的身手啊，放心吧。哎，咱们隔壁好像是大姑娘的住处，就隔着一道墙。今天早上我还看到她走过，年纪轻轻的，看不出来是那样厉害的人。大家手上的活都做得怎么样了？做完了。做完了就去休息吧。是。大家手上的活都做得怎么样了？做完了。做完了就去休息吧。是。张姑娘，你也别做了，去休息吧。姑娘，我手笨，做的慢了些，你千万别撵我走啊！没事儿，虽然慢了些，但做的很精细。姑娘，你快回去睡了吧，我把这些做完。行，那你做完这些，赶紧去休息。嗯。
大人了，成什么样子了？爹，你看见那个姓燕的没有？今天这大姑娘护他跟护奸夫一样，这不给我脸，你还有脸说？你长得也不差呀，你就争点气吧，用点手段，把那花纸丫头给拿下喽。这花家的万贯家产，不都是咱姓李的了吗？啊，这种女人送给我都不要，整日不是在外面跑，就在家里算，想想都没劲儿。你还挑三拣四，你以为你是太子爷啊？这何府上下，谁能看得上你？怎么就看不上我啊？谁敢看不上我啊？你敢看不上我？这么辛苦啊，眼睛都熬坏了吧？我不辛苦啊。小丫头，我告诉你，我爹是这的护院总管，你如敢叫出声，先挨30棍子再撵出去。不信，你可以试试。求求你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你别哭呀，你长得这么标致，要是跟了我，你还用吃这种苦吗？我能养活自己。你们这些小蹄子，连你都看不上我，小爷今晚没空跟你废话。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又来一个小妞。李继宗，你做什么？大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是这个小贱人约我来的。你还敢不认？小贱人，你想好了再说话。你告诉我，你认得他吗？姑娘，你快走吧，你别管我了，我怕连累你。连累我什么？我怕到时候挨板子，把我撵出去，让管事的知道了。我就是管事的。李继宗，你还有王法吗？大姑娘这话是不好听了。外边的王法是什么，那都无所谓。这府上的王法呀，哎呦，就靠我们爷儿俩了。之前我跟您说过，这世道不太平，这府上进几个匪贼，伤几条人命，哟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李贵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要灭口吗？您是个聪明人，您不能一时冲动，哎，被这个小丫头片子给蒙蔽了。我们家继宗啊，还是个孩子，这不能让这个小姑娘给勾引了。这犯这错，这不是个错呀。你护院颠倒黑白的本事，倒比看家护院的强。哎呦，臭小子，睡个女人呢，头昏脑胀，没出息。爹，我现在就揍这两个小贱人。
干什么？放我啊！这两父子不做人，我会把他们送去官府。谁想跟着进官府的，只管动手。今日之事，李贵是恶手，与你们无关。以后你们在花家，花家从前对你们怎么样，今后也会如此。大名大不要吩咐！大名大不要吩咐！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！谁敢？打100仗，绑进柴房，明日送官。是。你刚来花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是我失职，也是花家对不住你。等天亮了就送你回家。这些衣服和钱你就收下，希望能弥补一二。迎春，备车吧。好。姑娘，我想留下。你不怕吗？别赶我走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家。快起来！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何要赶你走？若是从前的东家，他们都不肯信我，他们都知道了，我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好了，不哭啊，没有人会说你的。朱队队，你们俩，小丫头，你别怕，你就当出了门踩了狗屎了。我刚才在外面看到他们俩了，被打得烂乎乎的，爬都爬不起来了。我叫福东，你饿不饿？我一会儿去给你盛点热汤饭。我哪也不去了，我哪也不去了。好，那就对长长久久的留下来，同我们大家在一起。姑娘，我想有个名字，你能帮我取个名字吗？那这样吧，他叫迎春，他叫鲍夏，他叫福东，你就叫念秋，好不好？念秋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这下总算是4角俱全了。今晚你就跟我睡一屋吧，等天亮了我再给你铺床。嗯。你先去睡吧。怎么还没睡？怎么样了？他只是受了些惊吓，没有什么伤，你就让他们带去休息了。我说你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说起来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给了我这个小玩意儿，要不是我送了你这个小玩意儿，让你觉得心里有了依靠，你冲上去之前还得多思量半刻。我真想不明白了，今天那两父子算是豁出去了，就算杀人灭口也不奇怪，你都不知道怕吗？以前祖父也常问我，是不是天生少根筋，老虎的胡须都敢拔。小时候不懂事，怕的更少，长大了懂得多了，反而胆子小了。从前我害怕自己做不好闺阁淑女，让祖父失望，让花家丢脸。长大后，我怕自己担不起掌家的大任，辜负祖母他们的信任。哪怕现在回城里，我还是觉得如履薄冰。我母亲每晚都睡不安然的，她生怕一醒来就又重新饥寒交迫。他们比我更怕，所以我不能怕。是我把他们带回来的，我得护住他们。花枝，我说错了。光嘴上赔不是可不行。那从明日起，我便从头教你如何使用这袖剑，再教你些拳脚防身，可好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我召集护院，重新给他们立立规矩。你既聘我做武先生，应该也有这层思虑在吧？
那就多谢燕先生。花枝，你想要护住他们，我便来护着你。至少，在我离开之前。哎呀，终于把那个姓李的给打发走了，我这心里呀也踏实多了。哎呀，可不嘛！可是咱们又重新雇一个人，又不知道他的人品如何。哎呀，这老天也怪，把男人都生得高高大大的，咱们又敌不过。你这话可不对啊！我看你们家大姑娘一个人可以抵好几个男子呢。我要是不来啊，都不知道二婶在背地里夸我呢。我正在跟你娘商量聘请护院的事儿，正犯愁呢。你说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万一再请来一个跟李贵啊、李健似的，怎么办呢？二婶放心，我同燕先生说好了，他在咱们家里当一天武先生，就顺便看一天护院，我多开一份工钱就是了。真的啊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！要不说咱们家运道好呢，这么齐整的一个郎君，又是芍药的亲哥哥，竟然愿意在咱们家做2份差事。大姑娘，你可得千万把他留住了。对呢，对呢，我给燕先生做2身新袍子，你亲自给他送去。听婶子的，让鲍夏再去买2双鞋，多买几斤好茶叶。你平日里啊得打听他爱吃什么，爱用什么，对症下药才好。你年纪轻，人情世故不太懂，万一真的把他得罪了，他心凉了要走了，可就……二婶，我去帮你看看伯里上课吧。哦，去，我们说的话你可得记着啊。站好。哎呀，燕先生，你不是武先生吗？怎么只教我们扎马步？是啊。那你想学什么呀？飞檐走壁、劈山碎石，我还想学飞剑呀。我也想飞剑。可以，好了，可以学飞剑了。但也得先扎马步。哦，还要扎马步。无论想学什么，都得先把步子给扎稳。怎么有空过来？那再忙也不能冷落燕先生，万一你心生幽怨，一走了之了怎么办？那就要看东家对我怎么样了。就一个橘子啊！多谢东家，教你用书剑。问老夫人安，我带念秋丫头过来给您过过目。快起来吧，有话站着说，以后啊都少跪。老祖宗叫你起来呢。看上去是个俊俏的姑娘啊，你们都在芷姑娘身边，她平日里大事清楚，小事糊涂，衣食寒冷都不挂在心上，那心思啊都拧成一死疙瘩了。你们多帮衬她，照顾她，啊。是，老夫人。去吧。快走吧。听说那天救这姑娘的是你家兄长，如今还在府上做武先生。是我哥哥，我哥哥可喜欢花姐姐。手得放平，往这摆，手掌得往上，不然扎手上。往上一点，放松。对，往上。这样吗？
发射。不错，继续。没事，继续。歇一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吃吧。特意挑了个最大的给你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梨可不能分着吃。今天练得不错，但以后也要每日勤加练习。那个大家伙的脾气可真好。被他踢断腿的人，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也就看你顺眼。燕先生可真是会变着花样拍东家的马屁啊！那是啊，要是冷落了东家，我饭碗不就没了？要不你教我骑马吧？怎么突然想学这个？当初祖父他们出城的时候，倘若我会骑马，就能早些见到他们，多说上几句话。而且我也迟早要去北地的嘛，我还想去很多更远的地方。如果我会骑马，我一个人哪儿都能去。当初让祖父教我，可他是个书生，也只会坐车坐轿。别拉这儿，要拉住缰绳。不行，我一拉住他就摇头晃脑的，我会掉下去的。不会掉的。这坐在马上的是我，掉下去也不是你啊。行，即便你掉下去，我也能接住你。嗯。哎。没骗你吧？燕西，玉，你吹口哨干嘛？我学你了。你学的不像，马都听糊涂了。那你也没有教我。下次教你。怎么样，还敢骑吗？这骑马的感觉，就好像在驾驭海浪。现在不怕摔了？怕摔也要学。那要不要再骑2圈？好啊。这儿。玉，祖母，哥哥，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那位武先生吧？他就是我哥哥。我让叶先生教我骑马，没有想到我一坐上去，马就跑起来了。这马烈得很，除了我之外，不服任何人管束。你今天是不是还没有跟护院们训话？哦，芷姑娘不说，我倒忘了。老夫人，
失陪了。且慢，转一圈我瞧瞧。去吧。告辞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哥哥。哥哥，我刚刚看你跟花姐姐骑马好厉害，以后带我一起骑呗，你教教我。哥哥，你慢点。祖母，都怪我。都怪你什么？是匹好马。祖母，这燕先生的马脾气不好，你离远一些。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呀就是绷得太紧了，像根弓弦子似的，硬邦邦的。那马一动，你不就摇摇晃晃了？先松下来。你看给咱们后厨送货的那驼马了吗？他身上那个带子是软的，挂在马身上就是稳稳当当的。如果是个硬邦邦的硬棍子，那马一动，它不就掉地下了吗？要学御马呀，先记住一条，手里的缰绳，无论如何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扔掉它，不能扔掉把握方向的决心。无论是御马、御人还是御事儿，都要学会顺势而行，求得一个张弛有度。这马的力量大，你的力量小，要学会借力借势，才能4两拨千斤。祖母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只当我是深宅大院里什么事儿都不会做的老妇人是吗？我又不是生来就这么老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偏爱骑烈马、喝烈酒，全皇城的少年郎都追不上我。是匹好马。我年少的时候，侯府的大门可关不住我，我娘一个不留神，我就骑着我那桃花葱到郊外打猎去。那踏雪生汗珠，鞍蹄卷旋毛，真是一匹漂亮的好马。哎，那回我那桃花葱被大风迷了眼，误打误撞就跑到一个破屋边上，我也进那破屋去避风了。你怕什么？我又不吃了你。那后来呢？那人是谁？成了你祖父。给你的这是什么？暖手桶啊，你快试试，是用野兔子皮做的，可暖和了。是前些天我亲自打来的野兔子，亲手缝制的。你怎么能杀生呢？你不要算了，我送别人了。别，多谢姑娘。不用谢。谁能想到，我就陪上了一辈子。我还以为是祖父中举之后才与祖母有了婚约。
那都没意思。帮下这序的事儿，我不屑做。我的父亲是侯爵，母亲是郡主。我喜欢上一个穷小子，结果在屋里闹得翻天覆地。但很快，你祖父就考上了状元，彻底没话说了。那要是没有中榜呢？祖母还看得上祖父吗？没考上也没什么呀，我都想过，大不了我就跟他私奔，天大地大，还能饿死我们俩不成？我看上他的也不是什么才学、功名，是人品和气质，都不是。我是看着他，我那天进那破屋子里啊，哎呦，有长得这么俊俏的小郎君，我的心就……祖母心在那儿，就是在这儿跳的，砰砰砰的跳。后来我跟你祖父一路走来，他的官越做越大，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，我就从侯府的小女儿，变成了花家的老夫人。整日里我要严肃，要公正，还要不苟言笑，也不能出去打猎饮酒，不能玩。那以后我陪祖母喝酒。不喝了，小少爷说了不能喝。孩子，别听那些闲人的胡言乱语，看什么家世门第、前程功名，那是寻郎君吗？那是做买卖。要是有一天有一个人让你的心也在这儿砰砰的跳，记住了啊，那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喜欢那武先生吗？祖母，我没想过这些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问问自己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。我每一次遇见他，我心里都很高兴。他来见芍药，我就总想同他说话。有些话我也只想同他讲，我也不为了问什么。就是想说给他听，那这就对了。我觉得我心里是喜欢他的，但我现在是花家的当家人，百废待兴，我不能向他许诺什么。这你就想错了，记住了，无论为了多少人，无论是多大的事儿，莫要负了青春。倘若有一日你心里有了答案，无论是谁，只管来告诉祖母。我要亲手为你置办嫁妆，要高高兴兴、风风光光的送你出嫁。雪儿明白了，刚才我已经相看过了，是个高挑俊朗的小郎君，只是比你祖父略差了那么一点点。那是啊，对了，小少爷跟我说，那穆先生讲课晦涩难懂。我知道。我已经在抓紧时间找些年轻的先生了，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好，那你就去忙吧，我再坐会儿。走了。刚才你看见他们俩骑马的样子了？照这个学法，3年5年他也学不会呀，那心思就没在那马上。你说的是，把那后生叫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老夫人。今日我不问你前程，也不问你出身，只问你一句：你对我家芷姑娘如何想法？如何想，如何说便是。她有胸襟，有胆识，胜过世间千万人。就这些。她心中无浊气，有静气，沉似水，静如风。倒是看出几分芷儿的性情。
不过你没说实话。老夫人想听什么？不是我想听什么，是你在想什么。我是芷儿的祖母，今日就倚老卖老，问你这一遭。燕先生，你不必急着回答我指望你好好想一想，问问自己的心，什么时候有了答案，想明白了，不用告诉我，该告诉谁，你知道。好。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她。你还笑？方才你见到祖母，就像老鼠见了猫，没有想到没少胳膊少腿就回来了。祖母动气没有？她怎么同你说的？她可能年纪大了吧，这眼神不太好，居然夸你长得还不错。啊，那大姑娘年纪轻轻，眼神好，怎么什么都没看出来？以前倒是没有仔细看，今日定睛一看啊，长得还不赖。那这马，没人还骑不起啊？可千万别再被祖母撞见了。燕西，你对我是怎么想的？好好查一查，看看太后和华家到底是何种勾连。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她。我当你是知己。知己是。自我回皇都来，你是我交到的唯一一个，也是第一个朋友。我也是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花芷，知己难道还不够吗？姑娘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姑娘，你都不知道，这小秋子啊，整日比那采花蜜的疯子都要忙。我看你这么大一间屋子，根本就不够他收拾的。念秋，你别做这些杂事。你看这个家里，迎春能管事，福都能长出，鲍夏呢又馋又懒，不思进取，整日就跟着我进进出出的。所以我身边不缺伺候的人。你自己想做什么？你想过吗？姑娘，你袖怎么坏了？就你眼尖。
服，缝好了。这袖子怎么都没有缝补的痕迹啊？我是用丝线补起来的，横着152根纬线，纵着97根金线织起来的。从1到万这几个字很好记，从今日开始，我每晚都教你算账。你去找鲍夏，他那几个墨水教你识字是足够的。我不识字。不要紧，你缝补的这么好，连线都记得清楚，说明你专心、细心还有耐心。有了这3心，做起事来一定事半功倍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咱们试一试。你若做得好，我有大事情要交给你。哎，现在这生意真是不好做啊。对，是啊。这样都挤在一处，谁家生意会好啊？而且一进来就阴气森森的，难怪没有人烟。迎春，你从这第1家铺子一家一家的谈转卖的价钱，这3家都要好好的谈。姑娘，你是要在这里租铺子啊？好吧，我看这几家铺子左右是做不下去了，那我便狮子大开口，拿个好价。哎，芍药，别乱跑！福多姐姐，你抓得太紧了，我没乱跑。外面人杂，芍药，你乖乖跟好我们，要不然下回就不带你出来采买了。那不行，我帮你磨地来，我不惹事。芍药乖，走。哎，福多，好好的怎么要采买新材料呀？这后厨又增加了几10号生面孔，买这么多卖给谁呀？姑娘自有她的主意，走吧。哎，你们看那辆马车，好像是花季的。哎，那不就是花大姑娘吗？还跟着2个丫鬟。听说那花家大姑娘长得如花似玉，你们见过没有？那是你们没识月。她当初在街边摆摊写字的时候，我就见过，长得特好看。一个卖点心的有什么好看？不就是把我哥害得那么惨的那个狐狸精吗？哎，不是这样，哥儿几个给你壮胆，一会儿咱们过去，你先骂他一顿。哎，沈衙内，你是不是不敢呀？这有什么不敢的呀？我今天就当是为民除害了。哎，别慌了，别慌了，快走，走。那个简单我也会做，这么厉害呀！花大姑娘，好啊，交个朋友，玩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人呀，跟我们家小鸡小鸭似的，光跟人还叫。别走啊！哎呀，还不如咱家小鸡小鸭呢。他们把你当成了你花姐姐，故意想欺负咱，赶紧走！啊！哎，他们欺负花姐姐。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！就是。走了这是。你就是那个。芍药，你不是花纸？你记清楚了，我叫芍药，你再欺负我花姐姐，你试试！泼彩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的完了。他以后再来找花姐姐麻烦怎么办？拿针扎他。我毒死他啊！行，快走吧，别叫姑娘担心了。生气了啊，快走！没追过来吧？好几个沈二啊！哎，就你还要给我们看好戏呢啊！不行，哥儿几个快给你笑死了！